15点是有，而且比较疑惑的一个点就是速刷野区是 OK 的，但是速刷野区之后老虎的等级反而是比较低的，就所有人分到了经验跟经济，这样老虎的发育其实是比原坦要慢的，就整体是有点怪的，节奏不是特别对。对，看看他们第2局吧，就把那是搬掉，就搬到死了，不用想了。凯德这边敖影也是个比较重要的点。翻猫他有可能会放盾山，然后拿真香。苏烈，这盾山怎么说 ？DYG 就是一副你盾山放出来我就要接，我不管你是真香还是啥。是的，那快手就是愿意放这个盾山出来，准备拿真香去接。但真香接不接得住啊？这种盾没有办法，就这一局你不放，到后面就更放不了。就是的，从 BO7的这个角度来讲，你这一局不放，后面就做不了。你要么就现在放，把它从你的这个当务之急里给它解决掉。对，你后面就不用考虑了。是的，往后面你也没有别的英雄可以打了。你放到后面你更不敢放。但他们有个好处，现在如果用真香去打盾山，可能中路要配个厉害一点的法师，这个倒是符合流浪的属性。他们中路一般用真香去打的话，中路一般配个西施去放线，然后蹲边。现在有2种嘛，第一是工具人中路挂一个像西施这种英雄，另一个就是选个拆火位。选个之前有个队伍是哪个队伍我忘了，反正3手出了一手圆坦嘛。小乔加云鹰，就红色方的这2手打蓝色方1手盾山，这种选位很少见，特别少见，几乎看不到这种选择。是的。没有舞伴的家伙，什么思路呢？太可怜了吧！云鹰打盾山倒是见过。奉我为主。武则天反手做个拆火。这 DYG 前3手拿的真的太稳了，非常稳的这种组合。对，盾爱在 DYG 手里也是100%的一个胜率。再看快手的3手选择，他这样的话，差不多把个关羽拿了吧。关羽也是一个打盾爱好用的选吃叉。他这个时候进去跟DYG 爆了，感觉要爆，但是好像爆起来的画面没有那么强。对，用谁去爆呢？少了一个苏烈，主要是你关羽这种英雄一定拿不到。对，关羽你肯定也没有。然后他少了一个特别好的先手，主要是你不能把这个云鹰当成一个常规先手去用。KSG 这边还得搬个老夫子。难道说他想来个鬼谷子？鬼谷子啊！我的妈！有点太爆了，太爆了，有点太爆了，这个有点太爆。而且鬼谷子拉人会有一点不好，你鬼谷子拉人，武则天的大招能定4、5个。是。白起，你看这种能开强先手的都给你处理掉了。那 KSG 要么就是在对抗路上或者打野位，他这个游走位他必须得补一个能补先手的英雄。DYG 这个阵容，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来一个强野加上1手边路的老夫子。这个阵容到中后期就是捆一个打一个，捆一个打一个，就很有画面。哎呦，鬼野给你搬了，医生啊，防着呢，感觉到了。你这种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这么选，后面像我们聊的来个爆的，那只有鬼谷子是最爆的。还有东皇。你除开鬼谷子的话，其他的东皇只能单个，要来群控。东皇不好用，东皇很难咬到连体的艾琳身上，也不好用。墨子就是没那么爆了，我跟你 poke，找机会。那这样可能得考虑把这个吃叉给摇到发育路。那这样不太很好打，他对抗路得补一个什么项羽，也不行，也不好开。项羽容错率太低了。对抗路可能会跟夏洛特这边选一个打对位的，狂铁感觉也一般。曹操其实只有曹操，没英雄了感觉。你得考虑中后期带线上好用的，要不就拿狂铁进去敲那一下，但敲那一下又有点寡淡感觉。拿狂铁的话，他这个阵容就是打不了后期了。是的，看起来少了一点对抗性。对吧？但就是感觉少一个跟他进去爆的英雄。吕布也是进去爆了，但是比较后期。吕布这把还真不错，比较后期了。对，吕布的伤害给的会更直观一些，而且跟墨子是能接到 combo 的。对，他其实跟云鹰也能玩一些。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换了，有点太弱了。我觉得不如吕布。就他这个就是在求稳。就 KS 现在就很纠结，他在想自己这个边线的处理上，我如果选吕布，我这个边线压力太大了。对，但我选个狂铁的话，就是稳了下线。对我正面这个团战，我虽然前期会过渡的更舒服，但是在中后期的团战上，这个盾灵我要怎么去处理？就是他选了这个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你前中期是更稳的，但你真的到了那种你需要进去拆盾山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后期伤害不够。就我们假设一个画面，墨子在泡完第一波的时候，比如说夏侯跟武则天这种闪现一闪把团开起来了，盾山闪现把人带进来。
感觉有点处理不掉其实。特别麻烦。他这个，因为你正常来讲，你这个阵容开团，你要么墨子炮完黄铁根，或者云鹰根，但那一下你首先会迎来一个武则天的大招。是的，这样对吧团战的画面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互切后排。哎呀，就打到最后，可能就是说艾琳这边被一堆技能集火死了，然后右边小乔跟叱咤倒下了，然后剩一堆坦克打在一起。哇，那这样打到后面感觉会变成叱咤跟夏洛特的局。如果到最后，如果叱咤不倒的情况下，而叱咤的话，团战肯定会用大招进去，先把艾琳给爆了找机会去爆了。那是叱咤在没大的情况下，你再碰上夏洛特，那就是夏洛特的一个残局收割了。主要感觉他们选的有点纠结，就是他们在前3楼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游走位，导致了在后面没有一个合格的开团手。是的，而且就是也能看到他们没有去选择真香去接嘛，就是做了一定的改变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，因为真香在季后赛真接不住，胜率有点低。就是真的接不住，特别是佩西斯的那套，就是对你拉的再准都没用，就是你拉完我就是盾山一个大，你没输出就是没没有输出。香香的这个环境太差了。对，那感觉不太好打呀 ，KSG 这里。前中期只要能悠就好打，他有控图权，他只要能把 DYG 关起来，这个阵容是有角度的。就是在中期狂铁这种顺风的情况下来正面，但是打不动的，不接受逆风。不接受逆风，就跟上局会跟一样。上马一样，只要这个阵容你逆了，你就非常难打。是的，但我们也知道 KSG 是非常喜欢打快攻的一个队伍。但他得把他的果断拿出来，现在把所有的压力跟想法抛诸脑后。来吧，双方的第2局比赛，蓝色方胜任 DYG，红色方 KSG，比分1比0。我是李娇，我是黄超，我是成都一支商会北师。进入比赛。弱势边开，其实医生的墨子是很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看过很多次。但关键是这个局里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要进去爆的，就会导致墨子的定位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的，特别在逆风的时候会显得很尴尬。是的，军事拉扯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墨子炮加小乔和叱咤的消耗，这样慢慢打。还有云鹰的3段枪役，去耗打 poke，对主要这个阵容他想定到人有点难。哎，哦，这里应该项羽是闪现留人，小乐这里还死不了。哎呦，这个其实挺麻烦的，就是在 DYG 的这个阵容里啊，千城起来跟小乐起来给 KSG 造成的困扰是一样的。对的。小乐起来，他是边带上面对方处理不掉的，而且在团战收割点上面会很猛。千人起来就是打消耗的时候会特别厉害。等一下等一下，镜头一转，没事，知道你武则天没闪，上来强留了。但是空间之灵快手可以拿掉，算是又扳回来了。但是哎，小轩，哎呦，反应真快！哇，这就是这赛季反野第1的男人。哎，等等，这里还有剑吗？没技能了，要不来个2闪？没有角度。小轩在这赛季啊，个人入侵能力是100分，啊 DYG 是100分，小轩是95分，但打野的平均分数是68，他是95，他在场均反野是8个，排在第1。这边无言应该是起杀星了，无言应该是起杀星。要是一个人的话，确实世甲也没反掉，然后被武则天的大球甩到之后，武则天闪现过来一个2技能再控一下。这个纯粹就是有点信息差感觉，不知道武则天来了，也不知道来了不想走，想抢这个小野。这里就是被云鹰因为句号赶过来挑起来，然后接大招接小乔吹风，抓了个武则天。但从刚才小轩进去反了这个红之后，退回来又把自家蓝刷了，其实整个还是 DYG 公转。对，小乐这边，而且现在的无言不好兑现，小乐这里领先他将近400多块，上路开大吹一波，得一直给协防。这边流浪失误了，吹风没吹到。只要一波不致死，或者是选了妹压的非常低，其实对下路台来说影响不大。对，线霸，句号的3级刀先拉出来。KSG 这第一波4分钟龙是一定得接的。
过中轴上面非常难拿线权，只能看上路，上路这边帮狂铁。武则天这个英雄过线是非常快的。嗯，他帮狂铁，但是压不住这个下路他只能帮狂铁去怎么说呢？维持线权。那你看这个经济，狂铁被压了500，夏洛特正常来讲呢 ，CD 稍微起来一点就不怕狂铁了。加上现在经济有领先，他是没有任何压力的。1打1是优势了，夏洛特。对，两边的打野都在中路露头了，上路是个1打1。那其实夏洛特和狂铁如果都下不来的话，亏的是快手。哎，没闪杯了，得撤一下。这一波看句号有点角度，然后手握3级刀要拼一下惩，但是被控了一手过来，还是强行把龙惩了下来。而另一边的集火其实打得有点散，反观 DYG 自己掉2人，再跟一炮压到夏侯惇的位置，在等 CD。刚才盾山和艾琳是被墨子这里控到了，然后跟小乔这边打了一个集火。而且阵容被拆开了，分成了2边，一边是在强行控云鹰，想不让他拼龙；另一边是直接打起来的。这边很舒服，龙不仅拿到了，中塔也推了，大赚特赚，这个优势就很大了。是的，4分多钟的1塔。DYG 这一波有点纠结，他又想要龙，又想要人。对，等会儿我们看一下回放能看到，右边是在拽这个云鹰，左边呢是在打架。这把是 DYG 实时预测有27个人看好了，因为这把阵容确实不错，像刚才那把状态也很好。这波龙打完之后是非常那个的，非常赚，一龙加2塔。来看这里，那这儿还是正常的。小乔吹到墨子一技能上去一个大招定住，但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。夏侯惇选择大招直接去拍云鹰的，是的。然后盾山和艾琳在那边去卡小乔位置，结果被流浪的小乔操作了。是的，武则天的1大也是选择给人的。对，武则天那边的配合都是给到了夏侯惇那个位置，要跟他一起去打那个云鹰。但是你如果云鹰的话，你单一个夏侯，你是拦不住他拼城。他用大招的话，大招霸体时间长，比夏侯他一个大招时间要长一点。对的。下一波红区被断了，断再跟上一整套。我的天，小乐，小乐，感觉是现在 DYG 的希望在这一局里，必须得靠他去兜一个中后期了。背一下大招撤推，这边吊人这个红区应该是不好进。是的，赶人走了。夏洛特下来吃了一套，有点残。杀他是不太现实，还有苍穹。KT 这个阵容10分钟强度还是有的。小乐这把出装也挺爆啊，他没有选择先做防装，要奔着暗影战斧去。暗影战斧。上路，换节奏。但是这波蓝区 ，DYG 在防守，但另一边句号点了个进攻，想留人，留人能力差了一点，没有一个大招直接贴近的距离。是的，他们快速留人的方式可能是无言的2闪或者 A 闪。得守个红。哇，句号经济真高，全场最高。他现在应该是要补个黄盾出来。哎，小乐这个位置有点危险。有闪现，有苍穹，有大招。这波快手4个人句号他应该是要没了。感觉看到4个人的时候为时已晚。感觉小乐这波就有点没有必要了。他这波应该是能感觉到对面人多的。他跟上局那个有点像。对。放塔放的不干脆，对，其实你放了塔，退守高地，这个兵进来了一样能吃，那就是舍不得。那这样一掉夏洛特，侧面云鹰在动手，给了艾琳一套这个红区可能是要不了了，但是句号这个位置可能自己要没啊，这个就有点亏了。想过来留一下，动艾琳，但这个位置千城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退。但是小乔自己也残血，不敢跟伤害，旁边夏洛特顶住位置，不是夏侯惇顶住位置往前继续压，拍起手。武则天跟上伤害，强行打了个止损，感觉赚了呀，因为红也保住了。
主要艾琳她是换的云鹰，云鹰当时我们才说她是全场最高的一个经济，这波其实很影响句号他后面的一个经济了。其实起杀星了。对，但其实我感觉没必要，你直接大家一起进去，目的是那个红。就是上帝视角看这波我节奏在红区，对，没有必要去找个人节奏。就理论上来讲，你找个人节奏可能能把收益扩得更大，如果你完成单杀。但首先被千神躲了个大招，对被躲大之后拉开，然后千神这边伤害也都刷满了，然后落空过来之后非常果断的交位移过去，带着千神一起去收句号的，但自己后续走不掉，就是因为没闪现了。然后这里拍了千城，千城不能往后退，只能往前走。对，输出也是打满了。其实这波虽然他倒了，但他把伤害已经榨干了。对的。上路依然是选择先帮夏洛特过线。但开 SG 好处是云鹰还是很有钱。嗯，其实句号的有一个很好的数据是，他在高于10分钟打野获胜经济7076块的情况下，他的胜率能达到81.8%，非常高的数字。就他有钱的话，他确实是能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不能再掉点。下路一波很肥的线啊，过线 DYG 吃不了了。谁去吃？狂点这夏洛特波可以去吧，夏洛特传过去可以吃。可以再做一波线吧，这个有点怕被包。吃杀上路是先断这波线，这波龙潭是能到的。那 DYG 上路就是一波裂线了。说要直接摸这个龙吗？有夹位的，哎，武则天直接给了个大招，断了一下吃杀的传送，但是要 rua 龙，不让过来。但是上路兵线也不好，这条龙是不能退了，得直接提。再等的话，吃杀要到位了，他们就会变成线也不好打，小乐想直接去打人，逼出了一个闪，二技能再跟进去，被动打一套之后，二技能再往前戳，一个人赶了3个，应声声帮队友挤出了位置，但那边龙打得好慢啊，情况不是特别对。然后白斩斩了一下，没斩到龙，但是队友这边是用小乐的这一次卡位置，硬生生把龙收了下来。哎，感觉 DYG 的选择没有那么的果断。对，就是他第一时间不敢下这个龙血。如果是第一时间下龙血，小乐后续的这个行为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但打得太慢了，就是有点犹豫，导致于这个龙血量下太慢。是的，就是你看小乐乐倒了之后，这个龙还有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被打的。就是从武则天开大开始，到吃叉走过来，红区一身这个位置要被艾琳大招弹死，一丝血大招跟了一下，没打下去。另一边的话，两个人合体往后拉，开大锁，小雨现在想硬打，强行打的正在那边伤害跟一下，来半夜再往里斩，斩的是项羽，伤害够了，硬生生打出掉点。但小乐啊，这个时候侧面杀出来也没机会了。这把的反转明显变多了。对 DYG 的话，他是想仗着自己有一个暗影暴君 buff， 然后看快手拿完主宰，他们要去追一波红区，追一波红区试试能不能去留人，但是太深了，伤害第一时间不太够，而且落空这边大招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给队友拆火，一身真的是残血跑掉的，然后导致于艾琳追得太深，后续就被吃叉先收掉，然后武则天这个位置也是被消耗到了。后面想用闪现走也是交晚了，这两边的杀心都太重了。其实刚才如果 DYG 在那边打残的状态，掉头该拿什么拿什么，也没事儿，也没事儿了。没错，不贪好好理一下兵线就行了。对，就是大家都想拿多点击杀，快点把优势扩大，但有时候真的欲速则不达。是的，感觉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一个人冷静一下，够了够了。对，谁来喊呢？感觉两边的中路，两个老将。他们需要一个人进化成像暖阳那样的选手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红区有点不想给，线很亏啊。上来一个惩，硬反到了小轩这个位置没有大招的，要留吗？而且中二在掉血，上高也在掉血。点了一手撤退 ，OK， 觉得够了，走了，回去拿红。吹起来，一炮一扇子。KSG 现在团战的话，只需要把这个艾琳处理掉，团战是有后续的。现在艾琳身上全是输出装，以云鹰加上吃叉的伤害，完全够把这个艾琳处理掉。而吃叉是纯输出啊，是的，没有防装的。这把的 DYG 总有一种什么都想干的感觉，特别在龙的时候，他们做的特别的犹豫。最后一件是选择到魔女，这个装备就铁了心是要跟你艾琳爆了，拼了。把蓝惩了回来。KSG 这波应该是要等龙。
DYG 得想办法把这波上线给做了，不做这波会被兵线拉扯。因为云其实兵线也不在，沙赫特经济也不错，边线还是相对比较好处理。 DYG 想把视野挤出来，要接这波龙团。那得看两边的远端线谁能把线先做好。夏洛特这边的卡线，哎，有夹位，再处理一波。快速想要反这个红区，夏洛特这个位置是有夹位的，他先过中线，他旁边 KSG 怎么处理？要交城保红吗？应该 buff 不好交。的位置，哎，还是被千城拿到了。那这样其实挺好，省了骋，还把红拿回来，对 DYG 来讲。但 KSG 这里再来看一下这个龙 ，DYG 得从大口，小口进不去，对，闪现飞狂铁，找到狂铁集火一套兵甲剑，5连大招的好受啊！侧面的夏侯在旁边卡位置，看 KSG 特别是吃叉的位置怎么样？云大招拉了一手之后，再跟伤害吃叉进来，硬打输出。夏洛特进场强行想爆一下，把3个人打了起来，的伤害不是特别够，再补一剑吃叉完成收割，2连击破。 无烟太肉了，他在被集火的时候，关键的把苍穹给开出来了。对，他吃了几乎所有人的技能，但他没死。对，还想留一下人，敲起来，小妖剑吹风秒了，再跟一剑又搭一个锋芒毕露。千城这个位置有点不应该啊，他在队友掉了的情况下，他想去看这个龙，但是他的位置是在盾山前面的，这把失误率好高啊，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选择性上的问题。是的，这波感觉守不住了呀。 后面2路兵一起压进来，感觉清不掉啊！第一时间5之间位置被压住，给了个大招强行压位置，但是拆掉了。我们恭喜 KSG。这局比赛感觉两边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一开始 KSG 是有点对。